如果你想要让你频道成长，有2个数据你需要特别重视：展示点击率，还有每一部影片的平均观看时长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影片需要让观众点击，并且保持观众的兴趣。现在的观众，他们耐心还有他们保持注意的时间都是非常短暂的。他们希望看到的影片是能够从头到尾吸引到他们，并且能够给他们最大价值。所以在你剪辑影片的时候，你就需要特别注意。今天这期影片，我会分享给你7个非常实用的影片剪辑的技巧，让你剪辑出一部能够从头到尾让观众保持兴趣的影片，让YouTube算法给你更多推荐量，从而让你频道更快速的成长。另外，我也准备一份高效影片剪辑攻略，里面整理了所有你在剪辑一部 YouTube 影片所需要的步骤，能够让你大大提高影片剪辑效率。我会把免费下载链接放底下评论区，大家可以去下载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频道，我是 Grayson。如果想通过 YouTube 频道在网上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是完全免费的。在底下描述栏也能够找到很多进 YouTube 频道使用工具。首先，第一个技巧就是你的开头需要有个反馈，你的缩图吸引到了观众，让他们点击进来观看影片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你影片的开头就非常重要了。观众通常都是通过开头来判断这部影片是否是他们想要的影片，是否值得观看。你的影片开头需要给观众一些反馈，这个反馈可以是帮助观众确认他们信息，或者是你可以预示一些内容，又或者是你的影片开头能够让观众激动起来。确认信息就是你在影片开头就直接告诉观众，这部影片是你想要的，你想要的内容就在这部影片里面。就拿这部影片为例，我在影片的开头就直接告诉大家，在这部影片里面，我会分享给你7个影片剪辑的技巧，让你剪辑出更好看的影片。很多知识类型的频道都会使用这样的开头，因为寻求知识类影片的观众都是很没有耐心的，他们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想要得到他们想要的信息。如果他们发现这部影片的内容不是他们想要的，他们就逐渐失去兴趣，因为他们不想要浪费他们自己的时间。第二个方法就是预示一些内容，你可以把之后影片发生的一些画面放到影片开头里面，这样就会激发起观众的好奇心，他们会想要知道在影片的后面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例如有很多反应类的影片，他们都会把一些他们惊讶的反应放到影片的开头，但是并没有让观众知道他们正在看什么，这就会激发起观众好奇心，观众也会想知道他们到底看到什么才会有这样惊讶的反应，所以这样的开头就能够很好留住观众，促使他们继续往下看影片。第三种方法就是你的影片开头可以激发起观众兴趣，这样的影片开头在开始的时候就给观众营造了一个兴奋的观看环境，让观众激动起来，兴奋起来，他们就会想要知道影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MrBeast 的影片通常会使用这样的方式进行开场，例如他最新的一部影片，他邀请50名路人，并且要求每一个人的右手都放到兰博基尼上面，最后一个把手松开的人能够获得30万美金的奖励。这样就会在开头就让观众很兴奋，他们会想要知道游戏的最后发生了什么，游戏的整个过程他们都想知道，就继续往下看这部影片。第二个技巧就是你的影片需要直击影片的主题，观众的兴趣，他们注意力保持的时间都是非常短的。所以，如果你影片需要有很长的开头才能够进入重点，那么就会有很多观众在重点还没有来之前就离开了这部影片，因为你的开头太长，所以他们就没有耐心观看这部影片。你的影片开头需要花10秒钟的时间去帮助观众确认这部影片是他们想要找的，这部影片的信息是他们需要的，然后你再花20秒钟的时间去给观众一些背景的信息，去更好的帮助他们理解。还是拿这部影片为例，我首先帮助观众确认这部影片，我会告诉你7个影片剪辑技巧，去帮助你制作出更好的影片。然后我也给出了一些背景，如果你想要让你 YouTube 频道成长，你就需要重视2个数据：展示点击率，还有每部影片的平均观看时长。这样的影片开头就能够帮助观众确认他们想要的信息，并且能够给他们一定背景的知识，帮助他们理解。所以最好在影片开头30秒之后，你的主要内容就要出现了。如果你主要内容还没有出现，那么有一些没耐心的观众就会离开你的影片，这也是我在提高的部分。我以前的影片也出现过开头过长的问题，在那个时候，我的影片需要花1分钟或者是1分半钟才进入到了整体的信息。那些影片的续看率在开头的30秒就会有一个非常快速的下降，这就会告诉你观众是没有耐心的，他们会认为这部影片不是他们想要的内容，就去找下一部影片。第3个技巧就是保持节奏紧凑。这部影片我一直在强调，观众注意力持续时间是非常短的，一旦他们发现影片开始无聊了，他们就会开始玩手机、快进，或者是直接关掉你影片，去看其他更有意思的影片。
所以你的影片就要持续给观众一些新鲜感，去不断的给观众新的刺激。你的影片需要隔几秒就给观众一些模式中断的行为，例如在我影片里面，我会使用屏幕大小切换，我会加入一些 B-roll， 加入图片，还要加入一些音效，加入文字等等，这样就会时不时给观众一些新鲜感，给观众一些刺激。当他们无聊的时候，看到一些新的元素出现，就会又给他们一些新鲜感，他们又会接着往下看这部影片。就拿 MrBeast 的影片，它会快速切换画面，它会有不同角度、场景的转换，他的影片节奏都是非常快的，这样观众就不会觉得无聊，因为他们一直在接收到新的刺激。第4点就是不要追求影片的长度，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误解，会追求影片的长度，会有认为影片越长越好。这样不仅能够加入很多的广告位，增加广告收入，同时也会认为 YouTube 会看到自己影片里面有很多广告位，就给更多推荐量，推荐给更多观众，因为这样就可以帮助 YouTube 赚到更多钱。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。如果你影片时长很长，但是观众不喜欢观看时间非常短，例如是一部20分钟的影片，观众只看了1分钟、2分钟，那么 YouTube 反而会认为这部影片的质量非常不好，观众不喜欢观看，所以就会降低这部影片推荐量，这样造成结果反而会降低你的广告收入。所以一味的追求影片的长度是不对的，你需要把观众的需求放到第一。如果一部影片你5分钟就能够说完主要内容，那么你就制作5分钟的影片；如果你需要10分钟才能够说完你的内容，那么你就制作10分钟的影片；如果需要20分钟，就制作20分钟的影片。不要特意的拉长影片的长度，加入一些无用的信息，这样对你影片的续看率反而是一种伤害。你需要把你的内容做到最简练，让观众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大的价值，这样反而会让 YouTube 给你更多推荐量，让更多观众观看到这部影片。第5点就是保留对观众有价值的部分。有时候观众对影片的期待和我们对影片的期待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这就要求你从观众的角度出发，知道他们需要什么，他们更看重哪一个部分，这样就会避免把你认为重要的部分过度强调，但是观众并不感兴趣，他们更看重其他的部分，这会导致他们早早离开影片，因为他们发现没有很多他们想要的内容，即使内容再好，但是没有满足观众的需求，没有提供观众想要的，所以这部影片反而没有给你带来正面的效益。举个例子来说，你的一部影片是关于 Premiere Pro 影片剪接教程，里面介绍了非常详细的 Premiere Pro 最新的功能和它的操作，包括了新手的操作，还有高阶的操作。但是可能大部分观看这部影片的观众，他们只是新手，他们只在乎新手的操作，并没有很多人会去看高阶的操作，因为那样太复杂了。所以大部分观众只会看新手操作，这样就会导致你影片的续看率会下降，影片的观看时长会减少，反而会影响这部影片的推荐量。所以如果你能够知道观看这部影片的大部分观众都会是新手，那么你就能够删除高阶的教程，这样就会提高这部影片的续看率，提高这部影片的观看时长，从而提高它的推荐量。第2点就是你可以突出一些个性化的元素，这也是我需要提高的部分。大家可以通过影片得到很多信息，但是我的影片总是缺少一些个性化的元素。我认为当影片里面展示出一些个人的方面，这样更能够建立起和观众的联系，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。所以大家在录制影片的时候，可以加入一些个人的方面，在影片剪辑的时候强调这些镜头，这样不仅能够添加一些不一样的元素，让观众感觉到一些新鲜感，同时也会认为影片里面的你会更加真实。第7个技巧就是重视影片的音质。如果影片的音质还有画质需要排序，那么强烈建议大家先保证影片的音质。我知道 YouTube 是给大家观看影片的一个平台，但是大家对于画质的忍耐程度会高于对于音质的忍耐程度。你的影片可能是由于手机的拍摄，画质比较粗糙，但是只要你能够保证画面的稳定，保持清楚的画面，观众还是会愿意观看的。但是如果你的音质不行，观众听不清你在说什么，那么是没有观众会想要继续观看这部影片的，因为声音才是具体信息传递的方式，画面只是辅助。你可以在录制影片的时候用好一点麦克风，然后关掉你的空调，减少室内噪音。在影片剪辑的时候，你要学会如何处理你的声音，让音质变得更好，并且去除掉一些录制过程中的杂音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当你把音质提高了，那么整部影片也会提升一个档次。影片剪辑是 YouTube 影片制作非常重要的一步，它决定了整部影片的内容传递，整部影片的节奏，整部影片从头到尾给观众的感觉。希望大家能够运用今天所说的7个影片剪辑技巧，让你剪辑出更好的影片。大家也别忘了免费领取那份高效影片剪辑攻略，让你使用更少的时间去剪出更好看的影片。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影片剪辑的内容，欢迎去看我这些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点个赞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影片剪辑、YouTube 内容，欢迎订阅我频道。如果你想和我更多互动，可以关注 IG， 在底下描述栏也有很多经营YouTube频道使用工具。那么下次再见，拜拜。